陛下，六皇子殿下红了。王群，宣旨。诺。我叫李彻，是大前王朝最不受待见的六皇子。父皇视我为眼中钉，朝中无人看得起我。与其在京城任人宰割，不如远走宁古，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，这集市的粮食哪家该卖哪家不该卖，是我们王家说了算。你一个当兵的也敢来这儿买粮？我等奉命采买军粮，足额付钱，你凭什么拦我？呸！付钱！我们王家不差你那几个铜板，你这样的赶紧滚，不然打断你的腿！什么声音？放！再放！饶命！饶命啊！殿下，为何不反击？按照军规，我等不能对百姓动手。睁开眼睛看看，他们是百姓吗？尔等擦亮眼睛，何人为百姓，何人为豺狼？你们，我何错？你纵兵滥杀无辜，难道要强买强卖不成？强买强卖，本王身为朝廷藩王，岂会行此等卑鄙之事？本王拿了东西之后，只要不给钱，就不算强买强卖了吧？你要做什么？全军听令！我等此番乃是为大军筹措粮饷，凡世家店铺皆可随意取用，如有阻拦者，杀无赦。遵命！盯紧了，只准动世家的，平民的摊子一根草都不许碰。是。殿下，这些苦哈哈确实没什么油水，抢他们反而败人品。殿下，此子应该是去报信了，要不要属下把他抓回来？不急，把鱼饵放出去，才能钓得大鱼。冲儿，外面发生何事？叔父，李彻他怎么了？疯了！咱们不把粮食卖给他，他就纵兵抢都乱了。大家都是上层人，玩的应该是权力的游戏。他李彻玩不过就开始明抢，这和悍匪有什么差别？王兄，宁古郡王肆意妄为，我族商铺遭劫。王兄，此番祸事该如何是好啊？我家店铺积攒了3个月的货物，已经约好了买主，万万不可被那疯子抢走啊！行了，吵有何用？当务之急是不能让李彻把那些货物拿走，不然主家怪罪下来，我等艰难辞其咎。李彻如何拦他？李彻有兵，你们就没有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家中都养着门客、私兵呢。此事不用更待何时？这可让私兵去攻击一个藩王的队伍，那罪过。你们还犹豫什么？李彻敢抢粮，就不敢打上你们白底吗？到那时候，你们谁家能抵抗他的虎狼之师？说得对，不能坐以待毙了。我家有800私兵，可供王兄驱使；我府中亦有600门客，皆是亡命之徒。我家出700，我家也能出800私兵。尔等速速回去准备，待我信号一出，便杀不了。王兄要去做什么？我去一趟燕王府，宁古郡王在燕王府邸动，他身为藩王，岂有袖手旁观之理？我去逼一逼他，必要他也出兵。王爷可是心中有疑虑？那枚玉佩是太阳的，我在他府上看见过，是他12岁时二哥送给他的礼物。王爷的意思是，宁古郡王和太子有关系？不是有关系，是有仇恨。这是太子哥哥写给我的，信中言辞激烈，字字诛心，要我寻机对6弟下手。王爷，此事一定要慎重考虑，万万不可冲动行事。我又何尝不知这个道理？我大清外有边地敌部为祸，内有世家狼狈为奸，皇子之间为何还要同时操戈？更别提我那6弟颇具英雄气，和我也算一见如故，我怎能因一封信就加害于他？本王就恩归恩，仇归仇，王爷与宁古郡王无冤无仇，岂能因太子殿下的私仇便加害于他？更何况如今宁古郡王与世家开战，未必不是存了替王爷扫清障碍的意思。王爷切不可恩将仇报。你说的对。殿下，王家王伦前来觐见。本王知道了，将他请到大厅来。是。王爷，稍安勿躁，为父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殿下，我等搜刮了11家店铺，
粮食、皮革、布片、剑、药材等物资皆已补充完毕，只是数量太多，怕是需得车队才能运走。果然富可敌国。在这等偏远之地，能聚炼如此之物，也只有他们能做到了。你现在回营，传本王命令，全军拔营，携所有辎重来此集结。所有人？是。我们现在就抢了这么多东西，不赶快离开，还等着苦主找上门来吗？遵命。殿下，车队已经出发了。殿下，世家的人追上来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世家大族终究按耐不住。李彻，如倒行逆施，已经触犯大清律法，还不速速下马受降？这一路来的厮杀，也让我血脉之中华夏民族的战斗性格完全觉醒。几天不见血，心里反而有些空落落的。莫要多说，来吧！孺子狂妄！我儿，直接带人杀过去，拿下这个悖逆之徒！杀！宁古君在，随本王杀！王爷亲斩敌将！王爷神武无敌！快拦住他们！拦住！杨家主中箭了！随本王破阵！世家欲擒杀本王乎？殿下饶命啊！饶过我这一次，萧家必有厚报。尔等岂不闻杀人者人恒杀之？我乃萧家族老，殿下真敢杀我，与我河北萧家为敌。砍了。真杀了你又不高兴？世家就这，走了，出城，去关外。这该如何是好啊？主人们都死了，若是就这么回去，家里岂会放过我等？不如追上去，将那人杀死，将功折罪，方有一线生机。殿下，他们追上来了，不必管他们，一群丧家之犬而已。殿下，
您身旁只有200多骑，刚才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，才斩杀那几个世家主事之人。这些世家私兵从小被灌输中心思想，如今家主身形，必然不顾一切复仇。但他们的主子已经死了，没了指挥，不过是乌合之众，没必要再和他们拼命。殿下，前方就是北门了，只要出了城。啊，殿下，你看前面。这不是陈卫军，是燕王殿下。四哥，真要与小弟兵戎相见？此剑可还凑手？锐不可当，斩了好几颗世家的狗头，谢四哥赐剑。接住！此为关外玉图，乃是燕军这些年牺牲了上百名探嗣兄弟，才绘制成图，今日便送给六弟。此去山高水长，你我兄弟不知何时再见，为兄别无所求，唯愿六弟万事珍重。四哥放心，你我兄弟必有在那白山黑水间相聚之日，笑谈可饮满祖血。哈哈哈！为兄等着那一天的到来。四哥保重。送宁古郡王出城！恭送宁古郡王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全军列阵！燕王为何放走了宁古郡王？尔等乱臣贼子，竟敢在城中行凶劫掠，洗劫集市！燕王何出此言啊？那明明是……放箭！多谢各位护送，我等已顺利出城，诸位可回返复命了。我等愿追随殿下，共赴关外。愿追随殿下，共赴关外。何出此言？你等皆为皇兄麾下精锐，本王怎能挖四哥的墙角？殿下有所不知，在下本为良家子，加入燕军后奋勇杀敌，屡立战功。奈何一次巡逻之时，因撞到范家子弟强抢民，出手起打成伤，便被范家记恨上了。若非燕王殿下爱护，让我遮盖面容入铁甲骑兵中为骑卒，早就被范家害死了。但范家势大，留在燕地早晚被他们所害。燕王殿下便令我等归随王爷，去东北创出一片基业。这些人都是与世家有仇恨之人，皆愿随殿下出关，和蛮人厮杀，还望殿下收留。望殿下收留。你叫什么？属下岳云，可曾取字？属下年少君，并未取字。那本王给你起一个，就叫子从，如何？岳子龙，多谢殿下赐字。身长8尺，姿颜雄伟，面容英武，铁甲外还罩着一身白袍。这等骑将简直完美符合自己对那位白袍猛将的认知。子龙暂时任对正，仍带领本部骑兵。日后本王若也能练出精锐巨锤兵，便尽数交由子龙统领。谢殿下。巨甲骑兵在这个时代可是战略级武器，这都舍得送给自己。只要领地的生产力维跟得上，很快就能拉出一支全员巨甲的钢铁雄狮出来。殿下，收整队伍，盘点损失完毕。伤亡如何？己方一个伤亡都没有，
只有1名护卫对敌时发力过猛，胳膊脱臼了。你小子制敌不会收力啊！下次注意，下次注意。这说明这一路来剿匪练兵的策略颇具成效，至少那批醉徒老兵已经蜕变成了百战精英，未来足以成为军中的中坚力量。全军听令，下一站山海关。殿下可是有烦心事？越是靠近山海关，我心中越是忐忑不安，总觉得准备不足啊。下有何担忧，不必憋在心里，不妨直言，老夫愿闻其详。只是有些感叹，哪怕像是四哥这样的人物，领地也称不上太平，仍有不安分之人捣乱。如此可见治理一方之艰难，倒是我当初想的太过简单了。那殿下觉得管理一地之事务，都需要做到哪些方面呢？须得军政农工商这5方面五管齐下。不错，很精辟。那殿下如今又做到了多少呢？军队初建，编制未全，营级军官多由队政暂代。政方面只能算是略具雏形。政务方面，如今尚未到达封地，未遇到具体问题。但本王麾下识字之人寥寥无几，恐难康大用。至于农工商3者，更是无从谈起，唯有工匠尚算充足。北商2方面，连基本规模都未形成。如此算来，本王麾下的军队反倒是比较出挑，是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了。殿下所忧虑之事太过深远，老夫不过是一介算学夫子，帮不了殿下太多。但依老朽之见，殿下目前最需要的是一位运筹帷幄的谋士。是啊，自己缺少的正是一位像诸葛孔明那般有惊天挖地之才，能运筹帷幄的谋士。像是钱斌等人，专业性主事绰绰有余，可若是说统筹全局、决胜千里，终究还是差了些火候。宁古郡流放的赞人成千上万，其中必有殿下所需的智谋之士。千师，您输了。这小子怎么把5个棋子连在一起，就说我输了？快！关闭城门，弩机上弦，准备迎敌！全军披甲，登城防守！启禀将军，赤喜来报，南面发现一支队伍正朝关口而来，人数约在10000人之右。骑兵比例如何？队伍中马匹众多，约莫有1半是骑兵，只是距离尚远，看不清旗号。莫不是燕王的军队？能有如此规模骑兵的，除了燕王，还能有谁？可是燕王不驻守燕地，来咱们那里干什么？依我看，来者并非燕王，而是宁古郡王。宁古郡王？京中传来的消息不是说宁古郡王不受陛下待见，就藩只带了1000多人的醉徒军吗？他实在想不到，一连亲王都不是的藩王，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队伍扩充了10倍之多。将军，是宁古郡王的旗号。宁古郡王？没听说过。出了山海关再往北，好像有个叫宁古郡的地方。肃静！将军，既是宁古郡王亲临，咱们要不要先把城门打开，把王驾迎进来？我等镇守山海关，职责为何？自是抵御关外之敌，护卫我大庆疆土。那么，谁又是关外之敌呢？当然是蛮。关外之敌，宁古郡可是也在关外。他们这些边军在防范蛮族的同时，何尝没有监视宁古郡王的责任？若是自己贸然打开城门，迎接宁古郡王入关，岂不是坐实与藩王勾结的罪名？待宁广王抵达后，定要严加盘查，不得有误。天色已晚，即便证实了他的身份，今日也不能放他出关。在宁古边过其他氏族看来，这座雄关之外便是皑皑白雪的不毛之地。但对于我来说，山海关有着特殊的意义。若是在前世过了这道关，就意味着自己可以向家里报平安了。哪怕家在最北面的大兴安岭，过了这关，便如一只脚踏入了家门。秋白，去叩关。诺。宁古郡王奉旨就藩，城上速速开关，迎接王驾。传言果然不可信，宁古郡王能带出这样的虎狼之师，
怎么可能是个懦弱无能的皇子？分明是一头蛰伏已久的猛虎，如今出笼，怕是要引得天下震动。来者可有通关文牒？我家殿下奉命就藩，有王印和圣旨为证，何须劳氏子通关文牒？既如此，还请出示圣旨或王印，以验真伪。放肆！王印和圣旨岂是你们想看就能看的？若无凭证，末将便不能打开关门。你既如此，便给他看看吧。你等可看清了，还不快开城门！天色昏暗，难以辨认，还请将王印圣旨送上来，容末将仔细查验。你休得得寸进尺！此乃本将职责所在。王印不辨世人，圣旨交给他倒是无妨。殿下，前师放心，梁太也不敢对圣旨有不敬之举。我说，上面那鸟手将，你看完了没有？拢共几百个字，你要看到明天去啊！看完了就赶紧给我殿下开门。末将参见宁古郡王。那你还不速速打开城门，迎接我家殿下进城？殿下驾到，自是该开城门的。但如今天色已晚，夜幕降临，依照规矩，日落之后，任何人等皆不可随意出入城关。更何况殿下如今率领众多人马，这些人身份未明，还请殿下在关外暂歇一晚，待明日天明，末将派人查验过身份，再行出关也不迟。直娘贼！你说什么？你这厮好生无礼！我家殿下千里迢迢，此次分明是在刁难。殿下，还去砍了他！规矩就是规矩，本将军有守土之责，岂能因你等威胁便弃职责于不顾？倒是宁古郡王，你纵容手下无礼之徒侮辱边将，末将必要上奏陛下，参你一本。那小将，当真不让本王过关？天色已晚，末将无权放殿下过关。殿下若非要过，就命你的大军攻城毁关，踏着末将的尸体过去。那可是大罪，多没脑子的人才能干出这种事来。大家可都听到了，这可是你们将军让我干的啊！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听过，自然要满足他呀。愣着做什么？宁古军听令，在，给本王破关入城！我没瞎吧？这黑探头想干嘛？拿根破棍子砸山海关？怕不是个傻子？这关门1200斤，精铁包边，里面就算不顶门石，拿炮轰都得轰半天。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哎，那黑大个，你要是能一棍子砸掉块漆，爷爷我给你磕3个响头！快砸快砸，我等着看你棍子断！裂了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门栓是铁糊木的，刀砍上去都冒火星。跑，快跑啊！控制关门，护着殿下进去。去，把刚才跟我叫板的那个薛震叫过来。殿下，我们薛将军是魏国公世子，奉旨守关。
您就算是王爷，也不能这么折辱他呀。哦，那你说说，国公世子和本王这个郡王，哪个更尊贵？不必为难他，本将在此。末将薛震参见殿下。薛将军，本王奉诏救的关宁，你敢闭关拦我？末将只是按朝廷律令办事，无通关文正，任何人不得擅出山海关。殿下今日纵兵毁关，破门而入，末将官职卑微，拦不住殿下。但这折损关义、私自带兵出关的罪名，末将必当如实奏报朝廷。哼，好一个按律办事，好一个铁面无私。殿下，你不要太过分！滚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本王说话？开门，本王要出关。耳朵聋了！殿下说开门。下次见了本王，把眼睛放亮一点。将军，你没事吧？这李彻简直欺人太甚，末将这就上书朝廷，参他个谋逆。这怎么回事？剑圣，不要声张。将军，他那三鞭子，三鞭子都抽在空气里，根本没碰到我。啊，那他这是演的？演给谁看啊？演给朝廷看的，演给陛下看的。今日这三鞭子一抽，全天下都知道我薛震和宁古郡王不和。日后哪怕殿下在宁古做了什么天大的事，都牵连不到我薛家。原来是这样，殿下这是在保宁啊！那殿下刚才踢我那一脚，怎么就只踢了一脚啊？你还想挨几脚？我要是也挨上三鞭子，以后就算天塌下来，也没人敢找我麻烦了啊！将军，要不我现在追上去，让殿下再补我几脚？滚！好嘞！殿下，那薛震是魏国公的儿子，臣听说他是个忠勇的。您今天三鞭子抽他，是不是有点太苛待他了？正是因为他忠勇，本王才抽他三鞭奖。要是换个庸官贪官，本王就不是抽鞭子了，是赏他三刀。啊！宁古郡，后世叫朝阳，东北门户，兵家必争之地。可现在这里已经是蛮夷的猎场了。他想起前世史书上的记载，那些血淋淋的数字让他手指不自觉攥紧。殿下，吃点东西暖暖身子，关外比关内冷多了。燕三的探信队有消息了吗？回殿下，燕队正还在宁古城里，先派了几个兄弟回来报信，就在帐外等着。叫他们进来。参见殿下。不急，先吃点东西暖暖。谢殿下。宁古郡城现在怎么样了？回殿下，我们远远看了一眼，燕队正就带着人进城打探了，让我们先回来报信。城里已经不成样子了，城墙塌了好几段，没人修，城里的房子倒了一大片，路上连个人影都看不到，跟个鬼城一样。守将呢？城里的驻军呢？没看见驻军，城墙上连个站岗的都没有。王三春，末将在，亲卫营下去，即刻我开路，骑兵营随后，辎重驻中，弩营断后，从速赶往宁古。殿下不可，关外都是蛮夷的地盘，您是千金之躯，怎么能亲自开路？末将愿为先锋。我们来这里就是跟蛮夷拼命的，本王躲在后面，算什么王爷？出发！
么见过这个？回殿下，见过，这是墨人的规矩，用来吓唬我们汉人的。吓唬汉人，自己的同胞被人这么盯在这里，你们就看着，为什么不把他放下来好安葬？回殿下，不是我们不葬，是葬不过来。葬不过来？什么意思？从这里到宁古战城300多里地，每隔1里地就有这么一根木桩，我们斥候队就几10个人，300多里，300多具尸体，我们葬不过来啊！传令下去，所有兄弟，沿途遇到的尸体全部解下来，好好安葬，一个都不许落下。诺。殿下，我们身边只剩不到20个兄弟了，要不要等后面的大部队跟上来？殿下，是蛮夷莫特人。契丹人和侍卫人都不变法，只有他们留这种老鼠尾巴。殿下，是莫特人没错。他说什么？他问我们为什么把木桩上的尸体放下来，是不是不懂规矩？你问他什么规矩？马斯亚，这些尸体就是给所有汉人的警告。他说，这里不是汉人的地盘，关外所有的蛮夷都比汉人高贵。汉人在这里就是他们的奴隶，就是任他们随意打杀的牲口。敢反抗的，就跟木桩上这些人一个下场。这些被钉在木桩上的，都是跟他们拼命的好汉子啊！殿下，我这就跟他们理论。理论？跟一群吃人的畜生有什么好理论的？老子跟他们说个！杀，一个不留！好。殿下，全解决了，一个都没跑掉，还缴获了20多匹好马，都是关外的良马，耐力好得很。这算什么好马？等以后打到西域，大元的汗血宝马，那才叫马。是，殿下说的是。收拾一下，我们继续赶路，早点到宁古，早点把这些蛮夷赶出去。不好，装死的，别让他跑了，通风报信。殿下，您等等我们，快上马，都跟上！殿下要是少一根毫毛，我们都得砍头。狗蛮子，老子今天生吃了你！燕三，燕三参见殿下。他这是……殿下放心，咱把他的关节都卸掉了，他肯定跑不了。可以啊，这一手哪儿学来的？我等梁上君子，皆通晓些缩骨之术，卸人关节，易如反掌。不错不错，当初把燕三提到斥候的位置，实在是太合适了。在一众队主中，燕三战场厮杀的本事可能是最差的，但排除战场之外，搞偷袭、暗杀、侦察等任务，他的身手反而可能是最好的。你怎么到这里了？属下已探得宁古郡城内的情况，又担心殿下着急，便让小的们潜伏在城内，自己先行一步回来复命。
情况如何？不容乐观。城中恶殍遍地，百姓无田可耕，无处可牧，无家可归，仅凭草席兽皮蔽衣，冻死者不计其数。我等入城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城门洞开，竟无一兵一卒把守。与其说是城池，倒不如说是一个无人看管的难民营。已经困苦至此了吗？困苦？殿下还真说错了，这座城富庶得很。何出此言？殿下有所不知，那宁古郡城分为内城和外城。之前属下向您说的只是外城的景象，那内城高达10余米，更有装戴整齐、装备精良的士兵时刻巡逻。便是属下混入进去都颇费功夫。城中街巷纵横，高墙耸立，宛若迷宫一般。行人衣着华丽，酒肉香气弥漫，全然不见困苦之状。不用燕三多说，我差不多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更令属下震惊的是，内城之中竟有蛮族人出入自由。你没看错，属下以性命担保，绝无半点虚言。不止如此，属下还观察了内城城墙，虽坚固异常，却无半点战火痕迹。这就说明北荒部族每年劫掠宁古郡数次，外城墙都被拆得差不多了，竟从来没有攻击过内城，反倒是外城百姓穷困潦倒，身无一物，就连一个年轻女子都看不到，都被北荒部族走了。他们之所以不需要种田攒植，是把外城百姓当成了牛羊牲畜，联合外族一层层剥削百姓的血肉。他们紧闭城门，与蛮夷达成协议，竟将自己的同胞当作货物，拱手送与蛮族。殿下英明，正是如此。所以属下才不敢耽搁，先一步来报殿下。若真是如此，内城掌权之人定然不愿殿下入城，与他们瓜分利益。殿下贸然前往，恐遭不测。属下甚至还看到了穿前朝边藩服之人来回走动，想来那里也不是铁板一块。殿下或许可以从中周旋，拉拢一方，打压一方，逐步掌控内城。不，我绝不。殿下，燕三，你记住。这是一场啃食同类的饕餮盛宴，我绝不会参与进去。内城之人皆有取死之道，他们不配得到我的拉拢。殿下意欲何为？不破不立，不塞不留，不止不行。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斗争，乃是生死斗争。唯有攻破内城，杀他个干干净净，残害同类的禽兽，一个都不留。他见过太多贵人，没有一个会将百姓的苦难放在心上。唯有此人，是真真切切的在为那些如同蝼蚁般的百姓而愤怒。殿下！邱总管，属下救驾来迟，请殿下降罪。你是该责罚。危急时刻，我最信任的亲卫，我最倚重的亲卫，竟未能护驾，反倒是尔等轻视的燕三护驾有功，先一步寻得本王。你们又是怎么好意思瞧不起人家燕三的？燕队正，是我的不对。不敢。行了，他既已道歉认错，你就受着。宁古军中层层军官瞧不起燕三，这在李彻看来完全就是职场歧视和霸凌。自己淋过雨，就想给他人打把伞。传令全军原地休整，我们需要重新制定一下计划了。这鬼地方还真是冷得彻骨啊！身为江南人士，从未经历过如此酷寒。好在入城之前，燕队正让所有人将兽皮缝在衣衫内里，这才勉强抵御住些许寒意。当真是人命比狗贱啊！奇怪，这些人行色匆匆，都在往一个地方赶，有古怪。早年听闻地竹城沟渠众多，形成了复杂的地下排水系统，多有不法之徒藏匿其中，
名为鬼帆楼。没想到，这小小的宁古郡城，竟也有一处类似的地方。不过这里不太像是藏匿罪犯的法外之地，更像是一处百姓的避难之所。诸位不必多礼。今日冒险叫大家前来，乃是春日将近，一个冬天送来宁古郡的朝廷侵犯积压已多，怕是过不了多久，那些漠河人就要再次入城打草谷了。我等已是活不下去，蛮夷还要来抢掠，索性与他们拼了。我等并非不曾反抗，然则结果如何？数万百姓赤手空拳，过半之人惨遭蛮夷屠戮。我等性命，官府毫不在意，但我等自己不可不珍惜。忍耐一时，方有希望可言。诸葛先生，依您之见，该如何应对啊？依旧是老规矩，待莫哈人来犯，妇孺老幼皆躲入起活洞中，但外城不可空无一人，否则以莫哈人性情，掠夺不够是不会走的。除非那些新来的刑徒，还需一些轻壮主动前往吊面，以充人数。主动前往地面之人，家人可永久居住于起活洞中。若是不幸身死，我等必当竭尽全力照顾其家人。如此凶险之事，怎会有人愿意以身犯险？以蛮族的野蛮性子，绝不是抢掠一番就能罢休的。性子起来了，说不得还会杀去绝路。蝼蚁尚且偷生，何况人乎？俺去吧，俺已是废人，怕是活不了多久了。指望俺走后，诸葛先生能代为照顾俺那60岁的老娘。算俺一个，又不是必死，俺也去。诸葛先生莫要为难，我也愿去。诸葛先生不必自责，我等皆是自愿前去的。指望朝廷早日发觉这里的情况，派兵将那些莫迭人赶走，救我等百姓于水火之中。朝廷如何会管我等死活？那庆帝高居一堂之上，可曾正眼瞧过我等罪人一眼？有人管的？何人说话？速速出来！有人会管的。何人能管？你这厮莫非不知，官府早已与那些莫学人勾结在一起。朝廷管不了的，我家殿下能管。你家殿下是谁？宁古郡王！宁古郡王，朝廷终于派人来了。可这宁古郡王听闻是个不受宠的皇子，就职只带了1000多罪徒，能管得了吗？殿下麾下兵强马壮，万人大军不日便至。殿下仁义爱民，定能救诸辈于水火之中。这位兄弟，方才你说的宁古元王可有何凭证？先生，小人只是殿下派出的赤黑，具体军情不便透露。但殿下即将入关，派我等前来打探情况。若是诸位愿为殿下效力，殿下自会保护你们安全。若殿下真心，当亲自去起活洞一趟见我。先生，我需要亲眼看看这位宁古郡王究竟是不是值得托付之人。谢过姑娘。随后发生了何事？就是那位诸葛先生，便将小人独自请了过去，仔细询问了殿下您的情况。小人也分不清这位先生是好是坏，没有透露殿下的事情，只说殿下即将入关，派我等前去打探情况。
若是这些人愿为殿下效力，殿下您自会庇护他们安全。然后呢？他怎么说？那家伙谨慎得很，婆婆妈妈的，只是叫人把小人送出了城，并说，若殿下真心，当亲自去起活洞一趟见他。好胆！这鸟先生，殿下千金之躯，怎能去那等凶险之地？此事尚未查证，当谨慎对待。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，属下愿替殿下走上一遭。诸位，情况有变。不好，殿下这是又要以身犯险了。殿下三思啊！您去了那起活洞，必不能带大军前去，万一走漏了消息，内城之人趁此发难怎么办？若是带着大军前去，那内城必会有所察觉，向漠河人通风报信。所以，你便替本王去内城一趟。我不错，你小子身材和本王差不多，他们又无人见过本王，你换上王袍，何人能分辨出来？不可不可，小人卑贱之身，如何能穿王袍呢？少废话，去，帮邱总管更衣。诺。殿下，殿下三思啊！小人真的不行啊！求白。殿下，敢问您去见了那诸葛先生，准备如何和他说？自然是告诉他，从今往后，他们这群人，本王保了。殿下，亲卫应当随行才是。岳云麾下的50具甲骑兵，亦当护卫左右。弓弩营也带去吧，那地方狭小逼散，轻弩更好能发挥作用。斥候营熟历城中道路情况，也一并带去吧。骑兵营带上神机营，把亲卫营也加上。殿下安危为重。停！这也带，那也带，以尔等之意，本王再去让四哥借1万铁骑得了呗。如此甚好。前世，您认真的？如此畏畏缩缩，成何体统？哪家王爷如你这般，活像个窃贼？小人本来也不是王爷啊。行了，本王麾下就你一人是豪族出身，你不去，难道让王三生他们去吗？你让他穿王袍，那不是宁古郡王，那是宁古郡的山大王了。挺直腰杆，放松心神，待准备妥当再来见我。是。豪族出身的贵气，随着挺拔的心态，也因此变得更加合身。你这……我年少时也曾锦衣玉食，装模作样还是会的。那你刚刚是刚刚，你小子怎么不开窍呢？我要是穿上王袍，就真有几分殿下的模样，让殿下怎么想？凡事要懂得藏锋芒，这虽是小事，但也不能惹得殿下不快。你这小子嘴巴严实点，千万别到殿下那儿瞎说啊！您放心吧，我嘴巴最严了。邱总管说了，他要是穿上王袍，就有几分殿下的模样。我让你嘴巴严实点，你是漏斗吗？你真这么说了？殿下，属下有罪啊！行了，谨小慎微不是什么坏事。不过日后在我面前不用如此，我还不至于这么敏感。是。臭小子，等着吧，日后必给你穿小鞋。是不是想着给人家穿小鞋呢？不敢。别欺负人家啊！这孩子我看着挺忠心的，是挺不错的。行了，说正事。你此次入内城，本王会让甲乙丙丁4个营跟随，总共1000余人。进入城中后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一切都以自身安全为主。你的任务便是拖住他们，给我争取时间。燕三说了，内城可能有几千士兵，最多可能上万，不能让他们狗急跳墙。其余6个营和骑兵营会隐藏在城外，待到我说服起活洞里的人后，他们才会出动。那殿下您呢？到那时，我等里应外合，一切见机行事。殿下，此计甚是凶险，不若徐徐图之，逐步掌控内城，何必急于一时？
我等得起，你也等得起，可城中受苦的百姓们如何等得起？入春之后，漠河人又要南下劫掠，到那时，不知又有多少百姓惨死于马蹄之下。自家殿下虽然有时手段残忍，但对那些普通的黎民百姓，似乎有一种热烈的感情。他爱百姓，甚至胜过爱惜皇室威严。去准备吧。是。诸君，且随本王赏雪。宁古郡城本是扼守边陲、抵御蛮夷的军事重镇，如今竟沦落至此，连基本的城防都荡然无存，百姓只能在断壁残垣中苟且偷生，这是何等的悲哀！王六，那处洞穴的入口在何处？直接带我过去吧。是。干什么呢？兄弟，是我呀，之前在下面我们见过。哼，你又来作甚？诸葛先生不是让你走了吗？烦劳兄弟，再带我去见一下诸葛先生，有重要的事情相商。和其他人相比，此人面容过于白净，而且身上那种皇家子弟的气质太过出挑，让人看上一眼便知其身份不凡。莫非眼前这位便是王六所言即将就藩的宁古郡王？竟敢乔装改扮潜入城中，倒也胆识过人。跟我来吧，不过这么多人不能都进来，最多进来10个人。不行，10个人如何保证安全？无妨，10个就10个。我的亲殿下呀，您怎么突然开口了？这不是暴露了吗？这位小哥，如此可行？可。胡强、岳云、王老四、燕三、王六，带4名亲卫随行，其余人外面等候。走吧。这边请。你不是宁古郡王。真正的宁古郡王既已往内城去了，面前之人必然不是。那他们究竟是何居心？莫非是替宁古郡王来此铲除求生洞的？小哥只管带我们去见诸葛先生便是，到时我自会解释。你最好别耍花样。这起活洞人虽然潮湿，但却出乎意料的并不寒冷，至少比室外温度高一些。而且只有少部分是沟渠，更多的是人工开凿出来的洞穴，想来应该是诸葛先生的手笔。如此庞大的大家城，几乎把整个城池1/3的地下都挖空了，这简直是个奇迹。诸葛先生，上午那小子又来了。让他走吧。宁古郡王已入内城，我等便无转圜之余地。先生，有些事还是当面言明为好。有何话可说？宁古郡王殿下若要发兵起活动，便让他来便是。诸葛先生，难道连见本王一面都不肯吗？你说，你是何人？本王，宁古郡王李彻。有何凭证？王印在此，先生一看便知。殿下，
为何来此？本王来此，是向宁古郡的大庆子民请罪。是我来迟了。诸位都去忙吧，切记，此事定要守口如瓶。是。殿下，我们进去详谈如何？好。行了，你们在外面守着吧。可是，我相信诸葛先生不会害我。书籍在古代那可是家传之宝，由此可见，这位诸葛先生似乎出身不凡，来头不小啊。不知诸葛先生出自何家？让殿下见笑了，在下乃是琅琊诸葛氏之人。琅琊诸葛氏，前朝宰相世家，一门3宰相，妥妥的名门望族。前朝降帝自焚于皇宫之后，诸葛的辉煌也到了头。诸葛家追前朝太祖起事，与皇室关系匪浅，降一帝身死国灭，诸葛家自然也能清算。只是诸葛家在世家中威望太重，哪怕庆帝也不敢将其族灭，只能全部流放到宁古郡来。诸葛家举族迁到宁古郡，怎么甭只看到先生一人？诸葛氏有罪，先生这是为何？除者以外，诸葛家何族皆居于内城，所作所为皆为悖逆之举。可堂堂百年世家，竟然全都跑到内城去了。原道是举族北迁，却不想竟是举族投敌。一门3宰相啊，哪怕不求你救世济民，至少不能甘愿委身蛮夷吧？先生为何不娶？宁为大夏鬼，不为蛮族奴。好在还有一个硬骨头，也算没把诸葛家的脊梁完全剜下去。诸葛家之事与先生无关，先生不如和本王详细说说内城之事。至于诸葛家之事，本王自有决断。血浓于水，纵然族人再如何不堪，他亦无法坐视不理。如今的内城共有3股势力，一为官府，2为先朝遗老，3为各蛮族使节。宁古郡城建成以来，朝廷便派遣官吏和军队入驻。初时尚能控制城池，有新的罪徒前来也能有序安排。然军事死伤积累，又无兵源谱，导致官府的控制力越来低下。截至后来，官府视为郡更是形同虚设，反沦为前朝遗老与蛮族手中傀儡，任人摆布。说白了，就是好人没好报。那些敢和蛮族拼命的大清官兵战死了，孬种反而活了下来。为国捐躯之忠烈，尸骨未寒，苟且偷生之辈反倒窃据高位。如此官府，焉有威信可言？还朝灭亡后，陛下接连判定10多个世家有罪，尽数迁往宁古郡。这些世家虽然落寞，但子中与他们的仆从、佃户、门客几乎都是拖家带口而来，这导致前朝遗老的势力越来越大，逐渐发展成了城内最大的势力，真正的掌权者。想起前身以为这群人在关外受罪，还经常为前朝议说情，他忍不住想抽自己2个耳朵。这叫哪门子受罪啊？再不管这群人，他们都能在这关外再建立起一个环国了。莫非与蛮族勾结者便是这些前朝遗老？没错，前朝遗老掌权后不愿和蛮族争斗，便邀请各族首领入城，商定和平相处的事宜。蛮族趁火打劫，更提出种种无理要求，不许修城防，不许郡兵出城，不许百姓养马等等。而这些前朝遗老为求扫安，竟一一应允了。